欢迎回来。2026对于日本来讲真的是挑战的一年啊，因为最近就看到印度政府他们在2025年的年底发布了一份年终经济评估报告，就引发了国际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份报告指出，印度2025-26的这个财政年度啊，这个 GDP 达到4.18兆美元，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而且打算呢，在2年内还要再往前拼到全球第3名啊，前3名。那但是呢，这个 IMF 呢在此前也宣称说，印度真正超越日本，必须要等到2026年3月这个财年结束，而且实际的差距啊，只有大概100万美元。所以说，就算是到了第3名啊，其实你跟第4名之间，就是那个日本，你如果超越它，你也不过是多了它100万美元而已啊，所以你有可能再度被反超。那我要问何老师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啦，我们只能说肯定印度是有雄心勃勃或者野心勃勃，但是印度制造真的是具备了超越日本的实力呢，还是怎么看呢？当然，印度制造曾经是很多人的一种就是说一种想象啊。那个时候我们讲就是所谓的 China Plus One， 对不对？中国加1，那个1除了讲的越南之外，很多人讲说印度可能它可以这个再去复制中国的那样的它过去这个40年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成为一个这种 rising power 的这样的一种经验。不过我觉得这个整个印度的这个文化跟整个印度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哈。那就是说，他可不可以去复制中国的这样的一种经验，对不对？然后这个把自己的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量能，这个推升到几乎这个就是说跟美国几乎是站在一起哈，虽然还差美国这个大概这个有一小段的一个距离哈。那不过就是说，除了中美之外，他们在争第3、第4哈，那个基本上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第3、第4加起来还没有中国跟美国的一半啊，没错，没错。然后就是说，更何况就是说，印度你现在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日本才多少人？德国更少，对不对？那你这样子去从一个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 GDP 的一个绝对数字，这个去跟这2个国家去争所谓的第3跟第4，这没有意义，对不对？你整个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还有你在国际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里面的这样一个位置，那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可以跟这个日本或是跟德国去等量齐观的哈，甚至于就是说，你可能要走到这个中国现在在整个国际经济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你都走不到，对不对？所以当然印度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未来是有成长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啦。不过就是说，他想要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或许他在这个整个 GDP 上面哈，他可以真的在今年啊，就是说这个2026年来超越日本，因为日本现在的日元真的哈也不晓得是得了什么病哈，就是那个利息也升了啊，这高市早苗对不对？他以前骂人家就是说升息是笨蛋，结果自己也做了笨蛋的事情啊，对不对？然后但是利息也升了，而且预估今年还要继续升息，可是整个日元的汇价几乎变成是。我们用台语讲，那西迪亚给哈，而且现在的中日关系纹风不动啊。现在中日关系也还没有得到一个缓解哈，这是会不会也有点关联？当然就是说其实中国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哈，就是说在观光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抵制，这一次的中国对日本的抵制，基本上跟那个时候的这个钓鱼台国有化哈那个力道差很多。他没有抵制日货，而且在中国的境内也不去这个骚扰日商，因为中国现在他也很担心这些日商还愿意留在中国，他已经这个时候非常感激他们了，对不对？他不想因为这个现在的中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恶化，去造成这些日商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的这种不安感。但是他用这个所谓的就是说人流啦，就是说我把这个观光客稍微降，可是它不是全关了，很多人误会说。这个中国大陆基本上只关团客，那团客的影响其实当然有，可是基本上这个就是说它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经济的施压，我觉得警告性大于这个实质的一个意涵啊。对，而且其实看得出来，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有节奏的哈，它不是一次做到底。对，然后再看后续的状况，再决定要
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印度这个报道哈，我觉得看了这个最生气的应该是高市早苗哈，他一定不太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基本上你在唱衰我早苗经济学嘛，开年就给我这样的一份报告，就是说对不对？我早苗经济学这个是我未来我这个我高市早苗能够当日本首相多久的这样的一种续命丸呢？对，结果你这样子讲的话，是不是觉得我的这个早苗经济学是骗人的？对，刚刚老师提到说，中国大陆在面对说日商的这一块哈，其实也非常的谨慎。那刚才也提到说，就算是印度也好，还有包括像是日本也好哈，这个两个加起来呢，也不过最多吧9兆美元啊。可是呢，排名第一跟第二的啊，比如说美国是第一哈，30兆。这个根据2025的 GDP 预测的话，有可能30兆。中国大陆呢是接近20兆，所以这争个第3、第4，其实都是人家不到一半啊。那讲回来说，日本企业从中国大陆出走，在2025年有看到一些迹象啊，因为在2022年工业产值将近32亿人民币的中山佳能工厂，他们就宣布要关闭。三菱汽车也终止了沈阳引擎的合资项目，彻底退出了中国汽车制造。另外是 Sony 的 Xperia 手机业务呢，也宣布要撤离中国大陆哈。但是也有分析指出哦，说日本企业现在正在用一种 K 型分化的战略，在重建在中国大陆的布局。那什么叫 K 型战略啊？也就是呢，低端产能撤退，高端领域采取重兵压境的方式。好，我们回顾2025前3季啊，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甚至还有年增55.5%啊，这成长是排在全球第一的。所以现在这个 K 型分化的战略哈，怎么看日本产业他们现在的这个战略思维啊？我觉得我们后面的分析其实对台湾也都有参考，基本上就是低毛利啊，这个低端的啊，或者是已经成熟的产品，这几种都是在中国大陆在地会逐步爬上来的竞争力。对，换句话说，它获利变得更少。所以在中国制造的方面，在日本来讲，所谓 Made in China 的部分，它的竞争、它的获利都在降低。所以这种就往下走。另外一种往上走的，那不是只有日本啊，这个法国总统带了多少企业家去？我们还是看有外资进去，虽然现在的外资进入中国大陆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也是中国大陆目前经济面临的一个困境。还有人想要跟我打赌，就是川普4月去的时候，会有多少美国大老板跟着川普一起去抢单？那他们抢的是 K 线往上走的部分，往上走的部分就是中国研发、中国技术、中国软体工程师的总数，以及中国的勤奋。所以以前是勤奋的劳动力，现在是勤奋的研发力。那么这些还是可以补足其他外国或外资的部分。那么这个 K 型线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不难理解嘛。那台湾似乎也是慢慢会走这一块，日本会选择这样走，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所谓的降低风险，对地缘经济是这些综合的考量，所以基本上它不是所谓的出走的话是 decoupling， 就是那但是日本走的是 de-risking， 就是去风险化。对，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说，产业的嗅觉永远比政府要敏锐哈，就是先一步的看到整个市场未来的前景啊。所以这个日本是如此，那韩国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临近日本的韩国哈，因为整体来看，2026无疑还是全球各国要拼经济的一年啊，因为经济还是最重要的。到2025 12月26号为止啊。根据报道是，韩国股市呢在2025年呢大涨超过72%，远远超过日经指数的27%。然后呢，台湾的这边呢加权指数是24%，中国上证指数18%，那美国标普500呢是17%，NASDAQ 是23%。简单来讲就是。韩国股市是勇夺全球主要股市的获利冠军，而路透社也分析啊，这跟南韩目前主政的李在明是很有关系。刚才何老师也特别提到了，1月4号李在明就要访问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来接待李在明，
而且现在又看到了中日因为这个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关系紧张。所以也认为说，北京有意要借此来强化跟南韩的双边关系。那预料呢，双方也将会讨论到南韩的核潜艇啦、两岸问题啊，还有调节中日的问题啊。另外也会讨论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的谈判，还有稀土供应链相关合作等经济的议题。南韩外语大学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叫姜俊英就表示说，中国似乎已经战略性的判断，让李在明先访中，再跟日本举行峰会，对北京是比较有利的。明佑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判断是蛮明确的啦，就是说，毕竟李在明在还没选上总统之前，就对中国表现出比较友好的态度。那当然也让当时尹锡悦去对照之下，就尹锡悦的这个做法，其实让南韩的民众，我觉得很快就选边站了，非常的清楚哈。那至于说，我觉得接下来要看的其实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比较军事上的是这样，就是中国其实他在这段期间特别去展示了一个他在核武上的准备。那过去因为我们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整个东亚的安全局势，其实它不太像北约一样是一个同盟关系，而是美国个别的去跟各国建立起的这个关系。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它的架构，其实我觉得不能算是一种架构，它算是一个情况而已哈。所以当假设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未来的所谓的核安全的架构是立基在中国这一端的话，那它就会是一个翻转。那所以当南韩跟这个美国在谈所谓的这个安全合作的时候，为什么川普讲的是我给你做核潜舰的原因就在这里，他希望把这些所谓的核安全的这个能力是分散到各国去各自去负责的。但我觉得中